嘿，大家好，我是以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英文录啊。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一台性价比超高的搭载了最新的酷睿12代 i7 处理器的游戏电脑主机联想的拯救者刃 9000K 2022款。虽然现在还是2021年。这台机器的配置是 i7 12700K 加3070 钛显卡加 16G DDR5 内存加 1TB 固态加360水冷，首发的价格是12999。我们照这个配置单，用最便宜的型号给它拼了一下发现要15000多才能买到就算你回到换成12700KF然后去小一点的店铺买怎么样也要接近15000才行。我们也看了一下红队的 5900X 配置价格也是差不了多少的。而这台机器13000还包含了联想的3年上门售后，还有正版的 Windows 和 Office 这个性价比简直就离谱就算你过了首发活动现在在京东自营它还是卖着14000还是非常便宜。所以我们就把这台机器搞了回来，看看是否值得入手。这个包装跟之前开箱并送出去了的联想拯救者刃 7000P 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就不仔细看了直接给它开出来吧。还是这个结实的泡沫塑料，好评。然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知道应该怎么取出来了。不愧是品牌机，这个分量还是这么的充足，按斤称都觉得不亏。看看这个配件盒里面，这个居然是模组线吗？有点意思。电放过线，安全与保修指南没人看呢，没有了。为什么这边是底下呢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刃 9000K 这一个机箱，其实就是之前开箱过的刃 7000P 机箱的一个放大版机箱上面的设计元素什么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从 M8X 机箱变成了 8X 机箱前置的风扇支持变成了3个，可以安装前置的水冷然后主板的支持从4槽的 M8X 变成了7槽的标准 8X 大板。正面还是一个大面积的会转弯到侧面的一个冲混网板方便透气进风。然后上面是一个拯救者的帅气的 logo， 左下角可以看到一张英特尔酷睿 i7 的标签。机器的左边是一个大面积侧透的钢化玻璃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做了黑化，看上去还是不错的。顶部依然是这个大面积的冲混网板，保证这个透气性。前置的 I/O 面板上面有电源开关键3.5的耳机和麦克风接口，2个 USB 3点不知道多少2个 USB 2.0，还是挺丰富的但如果能再加上一个 USB Type-C 那就好了。背后的主板 I/O 接口数量还是挺丰富的除了没有视频输出之外，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的使用需求特别是这个有线网孔是 2.5Gbps 的。主板没有视频接口的话，那么用户买回去之后就不会插错视频线了这是一个减轻客服压力的做法。机箱上面除了标准的 PCIe 插槽之外，还预留了这个竖装显卡的位置。后置的 WiFi 天线这次移到了机箱的底部电源的旁边我看了一下，刃 9000K 配的还是 WiFi 6的网卡速度还是挺快的。电源这里除了一个总的输入开关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ECO 的开关根据我对电源的理解，这个应该是待机风扇停转模式的切换开关。这里还有一个肯信通的锁孔可以防盗但是我想了一下，好像我可以把侧板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抠走。机器的右边是一块大铁皮侧板，侧板的下方是几个标签序列号保修什么的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正版 Windows 的标签上面的图案已经换成了 Windows 11桌面那一朵花了这台机器应该是出厂就预置了Windows 11毕竟是12代的处理器嘛。OK， 外观看完了，那么按照惯例要打开来看一下内部了。拆下来之后，我才看到玻璃侧板上面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需要将机器平放并由专业人士操作管它呢，都拆下来了。这一次有经验了。打开机箱之后可以看到CPU 的360水冷的冷排是安装在机箱的前面的这是一种对 CPU 散热更好的一种风道设计毕竟冷风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经过冷排。不过刃 9000K 它说是搭载了矩阵散热系统它可以通过显卡和主板上面的温度监控来调整风扇的转速说是可以有效的提升显卡的散热性能这个等下我们烤机的时候来看一下。
说到风扇，机箱的后面以及顶部一共安装了3把由 AVC 代工的 RGB 风扇所以整个机箱的风道设计就是前进、后出、上出是非常标准的风道。风扇上多余的线也已经扎好了不会甩来甩去。外围的部分看完了，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中间比较核心的这一块首先是显卡，这是一张双8拼供电的3070 钛。这张显卡上面看不到别的品牌的 logo也有可能是联想自己生产的毕竟之前任7000 P 上面的显卡就特别一点是不锁算力的。显卡的散热器是双风扇加应该是5热管具体的散热性能等一下测试的时候就能看到了。任9000K 也有别的显卡可以选，比如3080 钛什么的。显卡的尾巴这里有一个塑料的支架这个东西它算是品牌机的一个特殊优势吧因为它知道显卡的长度知道机箱的具体规格，所以它可以做一个这个支架，将显卡的尾巴和机箱给它锁到一起。这样长途运输的时候不需要塞泡沫什么的，它也不会晃来晃去可以提高这个运输时的安全性到手也可以直接开机使用，不需要拆机箱什么的然后长时间使用下它也可以确保这个显卡不那么容易弯。过来是这个内存，这次就不掉了这个内存是三星原厂的 DDR5 16G 单条是单面的对，没错，只有一根内存联想采用这个策略其实可以理解一个就是目前市面上的 DDR5 内存我看到的最小的单条就是16G 起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市场上面的 DDR5 内存的供货非常的不足无论是京东还是淘宝都不是那么好买的。好在等到内存供货上来之后，你自己去买一根插上去还是比较简单的。过来是主板这块板的接口还是挺丰富的，不像传统的品牌机那么盖首先是4条 DDR5 的内存槽，然后是12+1上的 CPU 供电。因为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所以这些供电全部是给 CPU 的不会分给核显。然后输入的供电插头是8+4的抄一下屏应该都没问题。主板上面有3个 NVMe 插槽，有一个藏在了显卡的底下。最神奇的是，这块主板为每一把风扇的 RGB 线预留了一个 RGB 3拼，也就是说，整块主板上面有7、8个 RGB 3拼。机箱的背后甚至专门预留了一个 RGB 灯效切换开关看来联想拯救者也是深刻的理解了RGB 可以大幅提高性能这一个基础物理法则。SSD 居然不在这里，螺丝 SSD 居然就装在了显卡底下的这个槽里面。一个是减少了用户动到系统盘的可能性另外一个也算是把2个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可以升级的位置留给了用户吧。这个盘是凯霞的 XG7 PCIe 4.0固态容量是1TB 的。我们去查了一下，发现任9000K 它是在几款高性能的 PCIe 4.0固态中随机发货的。WiFi 无线网卡的型号是 AX201然后之前的任7000 P 一样有2条天线，一条是走到机箱的后面，一条走到机箱的前方，可以确保这个信号接收良好。最后这个地方有2根铜柱凸起来配合显卡延长线，可以将显卡改成竖装的模式，将你的显卡晒出来。但是我们在联想的官方商城没有找到这个延长线卖然后市面上的 PCIe 4.0 的延长线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只是预留个位置给你折腾而已。说起来，拯救者任系列一直以来都是支持用户自己开箱进行一个 DIY 升级的就是除了你自己更换和升级的部分官方不保以外剩余的部分都是按照原本的售后的主板什么的也预留了比较多的升级接口当然你也可以找官方售后帮你升级差点忘了，这一面也是要打开来看一下的。整体的布局跟之前看过的任7000 P 其实差不多的线材都已经是比较整齐的扎好了然后这里左下角有2个3.5寸的硬盘位SATA 数据线也是预先帮你放好在这里了。硬盘的供电模组线在刚才那个配件盒子里面放好了这个电源的型号我们拆下来看一下吧。原来底部这里还有一片东西卡住，连防尘网都是有螺丝的不愧是品牌机，在固定方面真的是一点都不松懈。还有片这个东西把电源顶住。终于拿出来了。从这个名牌上面的3星型号，还有这个外观设计来看这颗电源就是全汉的 Hydro G Pro 850瓦。这个电源是全汉的中高端产品，和海运的 Focus 系列差不多是对位的它在京东上面也要卖到差不多800-900块钱这样子。
另外，原来它的 SATA 的供电线已经插了一根在上面了啊，只是藏的比较里面，我一下子没发现。别的多余的线倒是确实没有插上的。最后是这个2.5寸硬盘的安装位啊，从任性 CMP 的一个变成了这个2个啊，除了机箱大了之外啊，应该也有主板集成了 RGB 灯控，不需要独立的控制器的功劳吧。硬盘的安装螺丝也已经锁好在上面了，还是比较贴心的。后来我们确认到啊，其实机箱前面还有2个2.5寸的硬盘安装位啊，虽然确实要拆了水冷才能装啊，但它确实是给用户增加了更多的选择嘛。OK， 那么这台机器的里里外外都看过了，我们给它装起来啊，看一下实际的性能表现如何。OK， 现在我们已经给主机接上了外设，并且开机进入到 BIOS 界面了啊。任9000K 打开 BIOS， 默认会进入到一个简易设置界面啊，有一些基本的功能设置啊，看上去还挺漂亮的，也支持鼠标。然后点右下角的 More Settings 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详细的 BIOS 设置界面。任9000K 的 BIOS 开放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啊，像这个 CPU 功耗上限以及 CPU 超频菜单啊，都是有开放的。这里我们先跑默认的层级，内存的 XMP 以及简单的超频也是有的啊，不过好像没有时序的详细设置。任9000K 的散热模式有几种，我们收到的时候它就已经设置到了这个性能模式啊，所以我们后面跑分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模式下进行的。如果你切换到高级模式啊，打开这个高级风扇设置的话呢，啊就可以开启这个矩阵温控系统。一般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都是显卡高负载，然后 CPU 可能轻载，那么这个前置水冷上面的风扇就不怎么想动啊，那么机箱里面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积热。在开了这个矩阵温控系统之后，只要检测到显卡的温度上升啊，那么这些机箱上的风扇的转速也会一并提高，那么就可以改善机箱内的散热表现了。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对比默认的性能模式以及开了矩阵温控系统之后的散热表现差异。OK，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系统了，任9000K 2022预装了这个最新版的 Windows 11系统，然后我们也把要跑的测试软件都已经装上了。我们这一台任9000K 搭载的是英特尔最新的酷睿12代 IC 处理器啊，是4个大核加8个超大核，合计是20线程。从我们12代的手滑评测也可以看到，酷睿12代处理器对比11代提升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我们后来确认到任9000K 2022它有一个比较神奇的操作那就是它的处理器是 K 和 KF 混用的你也有可能买到的是 KF 的版本。大概的逻辑就是因为这块主板它是不支持核显的所以对于这台机器来说 ，K 和 KF 是没有差别的按供货的情况来发货。在 GPU-Z 里面也只能识别出3070 钛这张独显，我去 BIOS 里面翻了一下，也没有找到核显的开关设置。刚才那个凯霞的 SSD 我们也跑了一下测试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 PCIe 4.0 固态中都算是第一梯队了。拯救者系列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专属的控制中心软件Legion Zone， 比如监控系统的状态、简单的一键超频调整散热模式。切换机器的灯光效果升级硬件的驱动等等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方便的。OK， 周边的东西看完了，终于可以来看一下比较核心的 CPU 和显卡的性能了首先还是老朋友 Cinebench， 不管是 R20 还是 R23单核层级还是多核层级任9000K 上面这一颗 12700K 都比我们之前单独跑的 12700KF 略高一点点。不知道是 Win11 更新了，还是联想在 BIOS 里面做了什么优化当然这一点点差距姑且可以算到误差里面。然后在 V-Ray 5中，任9000K 的成绩又略低了一点点可能这个项目跟内存带宽也有点关系吧。SuperPi 单核测试也是基本在误差的范围内。WPrime 质数计算跑分12代在 Win11 下的多核层级依然是不太正常但是任9000K 的多核层级比之前我们单独测的好上了一些，可能微软真的有在努力吧。过来是 Spec Workstation 专业软件测试Blender 和 Handbrake 这两项和我们之前跑出来的成绩差不多。Lux Render 我们发现比之前单独跑出来的成绩要低后来我们给它装上了2条内存发现成绩是有提升的但是因为都是跑在默认的4400的频率所以是不如我们之前2条5200的内存时跑的成绩的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专业软件它确实是受到内存带宽的影响的。7zip 这个项目是和固态硬盘的速度挂钩的所以可以看到任9000K 的成绩比我们之前单独跑的要高上不少。过来是 3D Mark FS1 D-11 的物理分和我们之前测的差不多，略低一点点。TimeSpy D-12 CPU 跑分这个项目受到内存带宽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当然这个跑分它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的游戏表现游戏性能还要看等下的实测。
再过来就是三星 Mark 新出的单独的 CPU 跑分啊，这个项目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怎么吃内存带宽了啊，任9000K 跑出来的成绩还不错。接下来就是实际的游戏测试啊，因为手画屏测时用的显卡不一样啊，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拿之前的数据来进行对比。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使用了上一代的旗舰 i91190K 啊，搭配任9000K 里面拆出来的显卡啊，跑了测试作为参考。总的来说，12代 i7 它即使是搭配单根的 DDR5 内存啊，平均的游戏表现还是要比上一代的 i9 更强。前面也有提到，任9000K 的 BIOS 里面可以对内存进行简单的烧屏。我们这一台自带的三星 DDR5 内存可以直接上到5000C40，超完后和双通道墨屏 D5 的差距就小多了啊，可以缓解一下现在 DDR5 供货不足的问题。然后可以看到，现在 CSGO 能跑上600多帧了啊，首发时的问题好像被修复了，带动这一台360帧的 Y25G-30 显示器打电竞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想高画质的玩3A 大作啊，那么主要看的还是显卡。最后是散热的测试，我们进行了 FPU 加甜甜圈20分钟的双烤 ，CPU 核心的温度在70-80度，显卡的温度在80度以内，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前面提到的矩阵散热模式，我们也进行了测试啊。经过1个小时的高画质的古墓丽影11游戏之后啊，即使 CPU 的温度和占用比较低啊，前置的风扇也会因为显卡的占用而提升转速。但是因为这个机箱以及这个显卡的散热表现太强了啊，所以在差不多帧数的情况下，矩阵模式的显卡温度只比静音模式低了2度而已。任9000K 这一个矩阵模式，我感觉更多是留给3080 Ti 等旗舰显卡的啊。当然，除了 GPU 之外啊，机箱里面的其他硬件也会受到这个矩阵模式的好处啊，比如主板、内存等，在开了矩阵模式之后，温度是会低几度的。静音模式下就已经有不错的散热表现，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加分项啊，毕竟在游戏体验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噪音越少越好嘛。而且它也提供了额外的选项供你选择。总的来说，拯救者任9000K 这台游戏主机啊，除了有着品牌机的售后、正版系统等的优势之外啊，从一个 DIY 玩家的角度来看，它的设计啊，还有细节处理等等啊，都是可圈可点的。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它的价格还非常的有竞争力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最近有购买电脑的需要的话，这一台拯救者任9000K 2022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当然，这种好东西一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难抢啊，所以可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它的到货情况。还有就是现阶段 DDR5 内存的供货情况也是一个问题啊。当然，普通用户一台电脑买回去之后会用上好几年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D5 内存的供应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更多的软件能够利用上 DDR5 内存的优势啊。现在就支持 D5 内存，也算是一个方便日后升级的占未来的选项吧。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喜欢中间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